今天啊，我们来讲一讲最近啊，在国内发生的一场互殴打群架。这场互殴打群架的双方啊，都有点来头啊。一方呢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稽查局第4处的处长韩冰。那你想想，国家公职人员啊，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下场互殴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比较有来头啊，大名鼎鼎的互联网企业拼多多。人家拼多多这边派出来的人员呢，也不简单呐。阿灿，这个拼多多负责风控的、控制风险的嘛啊，还有什么刘琼，拼多多的副总裁，还有这拼多多的这个什么买菜方面的负责人叫涂锦浩，3个人也都是拼多多的高管呐。这场互殴过程中间啊，这韩冰啊，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呢，还挂了彩，我估计是算公娼啊。据说这手指头啊，都给搞断了，骨折了。那这场互殴啊，现在也引起了互联网的广泛关注啊。我为什么关注这场互殴呢？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你想想，国家公职人员跟这个互联网的企业之间啊，直接互殴，级别比较高。它跟一般的这市场上的小商小贩不一样，小商小贩你这个互殴比较常见，国家堂堂公职人员啊，执法人员啊，执法过程中间跟别人互殴，这你比较少见吧？对吧？人家拼多多这边也都是高管呐，都是文明人呐，都是有知识的、有社会地位的人呢，对吧？第二个方面，这场互殴啊，现在在国内已经成了敏感词。前2天，《财新》杂志啊曾经做了一篇报道，简单讲述了一下这个互殴的过程啊，但是很快就被404了。然后你再看其他媒体，就上海本地的什么澎湃新闻呐，还有什么界面新闻呐，通通都保持沉默。然后呢，你在互联网上你看啊，关于这场互殴的信息，现在已经被删得干干净净的了。有个别人在网上发的这个信息也都被干掉了。那我们就秉持一个原则嘛，凡是国内不让看的，我们就要报；凡是国内越是禁止的，越是404的，我们越要发声。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来讲一讲这场互殴的来龙去脉啊。这场互殴起因是什么呢？据说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啊，最近一段时间又接到了很多针对拼多多的举报。举报的内容呢，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是食品安全，这拼多多的食品安全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一直都存在问题。前一段时间我们做的那个天水儿童铅中毒，大家还记得吧？那铅中毒那东西在哪儿买的？那就是拼多多嘛。后来到复原出来了吗？你在网上一搜，那饮料、食品添加剂，结果他把它工业添加剂都搞进去了啊。所以拼多多的这个食品安全一直是存在重大问题，被举报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说举报的有叫转单宝。什么叫转单宝呢？就有些现在拼多多上不是开客户吗？卖鲜花、卖蛋糕啊，但实际上这些店都非常小，他自己也没有在全国派送的能力，也没有生产的能力。你比如说你上海开一个蛋糕店是吧？人家云南这个地方小镇里的腾冲有一个人想买，下单了，是上海这个也不太可能把蛋糕直接发过去啊，发到那个地方都馊了，对不对？于是就萌生出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叫转单宝。你明明下单是上海的这个蛋糕店啊，实际上他最后把这个单就转到哪儿去了？就转到你腾冲你们家附近的一个蛋糕店了。然后呢，很快你下完单之后没2小时，蛋糕送到你家里头了。你还以为上海的蛋糕店做的呢，其实就是你们家隔壁那旁边的小作坊做的啊。这叫转单宝。但这种转单宝也有个问题，你想想，你涉及到食品呢，万一出了食品安全问题，这到底算谁的？是这个上海这家店的，还是你这个腾冲这家店的？你下的单明明是上海这家店的，结果呢，最后送来的蛋糕不是上海这家店的，这也涉及到虚假销售嘛，对不对？欺诈呀，对吧？这是第2个方面。第3个方面就是虚假交易。所谓虚假交易，就刷单呢，就是这个你一个互联网企业，你卖东西明明有10单，结果呢显示1万单或者10万单，刷单嘛，对不对？这所谓的刷单呢，我们民间就叫打窝。我给大家看一个视频，你们就明白了啊。你见过最牛的打窝方式是什么？现在不仅钓鱼要打窝，各行各业都需要打窝。这是橘子摊老板在打窝，通过制造一片狼藉的地面，假装生意好到爆。这是甘蔗摊老板在打窝，往地上多丢甘蔗皮，说明供不应求。这是小吃摊老板在打窝，没生意就让吃过饭的桌子多起来，地上丢上卫生纸。其实打窝也好，刷单也好，都是一些商家推销自己的时候的一些常用手段嘛。
这明明这个地方还没有客人，扔一大堆香蕉皮，扔一大堆甘蔗皮，这是传统做法。在互联网企业这时期就是刷单，你明明只卖了10单，你刷成100单，刷成1000单，这样的话给人感觉门庭若市啊，这就很多人都想到这来买呀。那大家就从众心理嘛，就觉得这家店肯定好，包括你的信用分也给你刷。那么刷单一开始仅仅刷单就行了，后来呢，大家都说，那你刷单这很简单呢，那你得有证据啊，于是就衍生出来这种虚假交易。所谓虚假交易啊，就是不但刷单呢，还把那快递号啊、你包裹单呢都给你搞上去了。这快递号、包裹单，一看就真实交易嘛。现在这市场上，这已经是一个专门的灰色产业了。我看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去年在南京，他们有人就是搞这种刷单的这种产业，一家公司专门给人刷单，刷了3.9亿的营业额啊，最后呢，他获利是370万还是390万啊？就大概就是数字，我一算，大概他这个刷单的成本啊，1%左右，也就是刷1个亿，他能赚100万，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行情啊。所以你看，这已经成为了一个产业链了啊。应该说，平台跟刷单之间的关系有点复杂。一方面，平台也可能他觉得这个刷单不太好，因为他掩饰了真实交易的信息嘛。另外一方面，平台有的时候跟这个刷单这些灰色产业之间利益也有一点趋同性。为什么呢？你比如说拼多多跟小红书跟这个淘宝，它之间都是竞争对手啊。那竞争对手大家都在比呀，谁的单量高，谁的交易量高，尤其是每年的双11呀、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时候大家都在比，京东卖了多少，淘宝卖了多少，天猫卖了多少，这个小红书卖了多少，对不对？那你就争夺市场份额啊！你市场份额高了，大家不都觉得你牛吗？所以，其实对于这个互联网平台来讲，他们有的时候也不排斥刷单，甚至他有的时候还纵容刷单。但是刷单这个东西它属于一种不正当竞争的方式，它违反我们国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最高可以处以200万的罚款。那么拼多多这次被举报的主要这3个方面的内容12月3号这一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稽查局的4处处长韩冰带队就到了上海拼多多的总部去调查。应该说韩冰去调查有点出乎拼多多的意外因为拼多多人也树大根深呐，平时一般来说政府部门到你那先去调查而且还到这地方一住几天呢，一般都会提前打招呼，不打招呼的突然袭击的比较少。但给人感觉这一次韩冰处长带队到拼多多去检查，拼多多不知道突然袭击了，所以拼多多整个这个内部有点懵，大家都非常紧张，当然也不愿意把数据都给这个韩冰处长他们带队的来检查的，就双方就好像是现场气氛不太友好。因为拼多多这面呢，当然也派了一个市场方面的就对应政府关系的这个人去接待据说这个人也挺有来头的，也是个曾经的处长说拼多多内部呢就是传言说这次突然袭击来检查我们，可能跟一件事有关。哪件事呢？就拼多多有一个原先的政府关系部门的高级负责人叫文学，这文学原先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广告司的2级巡视员，也就是原先的相当于副司长吧。2020年，这文学就到了拼多多，当了这个政府关系部的高级总裁，专门负责跟市场监督管理局打交道嘛。结果这文学今年年中的时候，他就从拼多多跳槽，直接去了小红书。你想想，拼多多跟小红书啥关系那现在是不共戴天呐。小红书这2年发展很快而且小红书现在也在卖货所以这文学从拼多多跳到小红书，那对于拼多多来说，无疑就是背后捅一刀。而且拼多多自己也有竞业规定就是说你从我这儿辞职了，你不能到同行业的竞争对手那儿去工作所有的员工离职都得至少2年3年但是人家可能文学比较牛过去人曾经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副司长就根本没有理拼多多的事儿，就直接去了小红书。拼多多有点坐不住了，据说是就报复他，跟踪盯梢，还查他银行流水。就在这个背景下，12月3号这一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韩冰处长突然带队袭击了拼多多的上海总部。那你想，拼多多不是在想吗？是不是这个文学这从他这辞职之后，他们报复他，结果文学反报复拼多多，
招呼这个国家市场管理总局的过去的同事查一查拼多多。哎，拼多多内部啊，据说有人是这么传言的啊。那拼多多看到这个韩冰处长来啊，那肯定也是非常的着急，但同时他们确实也不太配合啊，因为拼多多啊，平时人家也是树大根深的，这人家内部里头很多人，文学走了，还有其他人吗？也都来自于政府部门呢。而且你这次调查来的，你级别也不是很高啊，韩冰处长啊，所以他们也派了一个曾经处长级别的去接待韩冰，双方就发生了口角。这个韩冰好像在这个过程中间就说的罚款。结果人家拼多多那个人就说了，罚什么罚？我们给上海长宁区一年交了160个亿的个税，你要再罚我们就走了，我们去广州。双方不太痛快。我看后面有人爆料说，这个人呢离开这个会议室的时候把这个门一带，结果把韩冰处长那个手指头都给夹断了，骨折了。那你想想，这双方就冲突就升级了啊！据说双方当场就报了警。警察呢，好像是这个就劝双方息事宁人呢。结果没想到，拼多多这个时候啊，内部开会说这个调查组进驻到拼多多啊，拼多多也没有准备啊，对拼多多非常不利，要尽快解决。怎么尽快解决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决策，就派了这个风控部门的负责人阿灿，还有这个副总裁刘琼，还有这个负责买菜的于秦昊，这3个人呢，就到那个会议室里头，就跟韩冰他们。就主动在言语上挑衅，制造冲突，然后呢，挑衅的过程中啊，就希望双方打起来。打起来以后呢，警察一介入，咵，然后这事儿就拉倒了，就没法检查了嘛。所以这3个人就受命到那个韩冰处长办公室那个地方开始挑衅。挑衅的过程中间，那双方啊，终于就打起来了，于是就开始了一场互殴啊。当然，互殴的详情啊，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稽查局的这些人呢，这在我们国家是属于执法人员，戴大高帽的。你不仔细看，那都是警察啊。人家拼多多这3个高级管理人员上去就跟他们言语挑衅，然后就直接打起来。你想想，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啊，这大高帽跟这个拼多多的高级副总裁们这个拥抱在一起，摁在地上，互相肢体冲突、肢体接触啊。双方都报了警，警察很快来了现场。据说警察想息事宁人，说这是工作过程中间发生的问题啊，还是尽量是内部解决。但是人家韩冰不干呢，都挂了彩了，说手指头都骨折了，是吧？最后当地警方处理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阿灿，我估计现场可能是打斗的比较积极啊，直接给拘留了，行政拘留5天。另外呢，刘琼呢，还有那个涂景浩呢，就放了之后，这2个人呢，直接就开车好像去了深圳啊。但这事情没完，人家那个韩冰这些人呢，作为这个国家执法人员，到了拼多多，结果被打了，挂了彩。你想想，那能怎么着呢？连夜就把这件事情，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报告给了国务院。国务院那直接是指令那个公安部介入啊。公安部说，这叫妨碍公务罪。这个人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去做你的做调查，你呢跟人互殴，那可不叫互殴啊，就是妨碍公务罪啊！大家都记得吧？前一段时间有个农妇骂法官，骂几句法官都是妨碍公务罪啊，都直接给抓起来拘留啊！你现在还敢公然跟人家那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执法人员大盖帽打仗互殴，所以升级了，这就不是简单的行政拘留了，马上责令上海警方提高处理标准。以妨碍公务罪进行处理。这件事情啊，不管他们内部怎么打啊，一般的公众是不知道的。你想，这件事情发生在12月3号，最早披露的是《财新》杂志，《财新》出来的时候已经是17号了。我看他那个报道啊，那《财新》当时呢就讲到了12月3号这场冲突，也讲到了冲突的原因。然后呢，《财新》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很快就被删除了，其他就都没有动静了。网上有一些零星的信息。结果呢，到了12月17号，网上突然流传了一份举报信。这份举报信的作者呢，叫涂拓航，是拼多多的一个工作人员啊。他向谁举报呢？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这封举报信的内容啊，我仔细看了一下啊，它印证了前面的很多信息。首先，这涂拓航就讲啊，他说12月3号那天打仗，确实是那拼多多内部的人员上去啊，言语挑衅，
跟那个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执法人员多次发生肢体冲突，那就证明那天啊，这个拼多多可能是有意的去调戏人家。说实在的，我一开始看到网上的爆料信息，我还不太相信。你想想，拼多多主动去挑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人员，主动要制造矛盾，要跟对方互殴。但是这涂拓航啊，这个举报信里头，证实了这个信息，这是一点啊。第二点呢，这哥们儿也挺冤，为什么呢？他呢是12月6号这一天，他的领导叫范杰真，他在北京啊，告诉他到上海，说你赶紧处理这件事情，上海那边打起来了，打架了啊，他就飞到上海了。飞到上海呢，这个拼多多的总部到那去一看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市场监察局的副局长范增田正在率队，也包括那个韩冰处长，在这个拼多多那开会。双方那个时候啊，肯定冲突升级了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一个副局长来了，开会的过程中也责令拼多多限期交出材料。他呢赶上这个会了啊，开完这个会之后呢，他是8号回到北京，但他没有讲他6号到8号在上海处理了什么，参与没参与这件事情的处理啊？他自己讲他没有参与。结果他8号回到北京之后呢，10号又出差了，到别的地方参加会议去了。突然接到拼多多总部的电话，说你被解雇了，你回来吧。他就懵了。你想想，都快到年底了，马上要领年终奖了，马上要过节了，结果被解雇了，连忙问什么原因呢？就他的顶头上司叫范杰真，这范杰真呢是拼多多的联合创始人，属于高管啊。整个这件事情，就打架这件事情，据说是范杰真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啊。那么呢，后续因为这个事情闹大了，人家这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定义这妨害公务罪啦，拼多多就怂了，于是就决定范杰真这条线，包括范杰真本人全部被解雇。那范杰真下面的汇报线一共有30多名员工啊，通通一律之间就失业了。这个涂拓航就属于范杰真下面汇报线的人，所以他说范杰真这件事情他被解雇不冤，因为就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那该怎么处罚就应该处罚。但我们这些人被连坐了，这不合理呀！这都什么时代了，还被连坐了？而且他们被解雇啊，说是因为给企业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1分钱的补偿都没有。他在拼多多已经干了7年了，你就按照中国的劳动法规定的 N+1，那你也得补偿8个月的工资嘛，对不对？没有，1分钱补偿没有，直接解雇。解雇完了之后，还让他签署了一个竞业协议。你就是阿里啊、淘宝啊、小红书啊，这些都不可以去。那这个涂拓航就走投无路之间，他就觉得这是神仙打诈，小鬼遭殃，对不对？于是他就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写了一封举报信，或者是申诉信吧。他所的举报信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件事情啊，跟这个韩冰处长有关，因为韩冰处长不是被挂彩了吗？手指头骨折了吗？8号这一天，拼多多就带人呢去给韩冰处长亲自去道歉，问寒问暖，然后呢就主动向韩冰处长说，他说我们把范杰真他下面的30多个员工通通都解雇了。这个好像韩冰处长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说喜闻乐见4个字啊。当然也有人说不一定是8号，也有可能是9号啊。那不管怎么样，拼多多是怂了，是通过把范杰真也包括范杰忠旗下30多个员工通通解雇的方式啊，来求得韩冰处长的谅解。所以这个涂拓航就觉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啊，就他要举报吗？或申诉吗？他说这不合理呀！你作为韩冰处长，对不对？你是事件当事人，处理过程中你还参与，这有利益冲突。其次，你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你被打了，警察该处理该处理，但是呢，你不能把个人情绪释放到我们这小鬼身上啊！我们跟这事情又没有关呢，把我们都解雇了，那算什么呀？要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啊，理解他，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啊。这封信啊流传出来之后啊，我看到这个信息啊，这涂拓航啊，后来他就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啊，这封信不是他发到网上的，他是把这封信写到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那投诉邮箱里头去了。结果不知道什么人把这封邮箱的信拿出来之后发到了公众号上，跟他没关。然后他还说了，我不接受媒体采访啊，我只是遵循正常的途径来解决问题，也害怕啊。另外一个方面呢，我看网上又流传了一个那微信的截图，这涂拓航啊也挺悲情的啊。
他呢就是在他们那公司的微信群里头就说他已经被辞退了，千古奇冤呐！他实际上跟这事情跟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因为范杰征犯了事儿，结果他自己呢被顶雷了，当成了替罪羊。应该说这封举报信呢，就把那12月3号那场群殴事件的细节给补充了很多。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啊，大概就是如此啊。这场群殴背后啊，到底可以得出一个什么样的观察呢？我讲讲我自己的观点啊。首先，第一个方面，大家留意到没有？就是拼多多这面啊，实际上有很多高管都来自于政府部门。这事情的起因不是有人讲了吗？那文学当时就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广告司的2级巡视员，在拼多多工作啊。这件事情当时在2024年的时候，还有人出来实名举报呢，说这个文学你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副司级巡视员，结果你就直接到了拼多多当这个负责公关事务政府部门的关系啊，那你这完全是违反国家的公务员法里的冷静期啊。按照我们国家的公务员法啊，你在这个辞职之后3年之内，你是不能在你所监管的领域的企业里去任职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文学就在这个拼多多直接干了。与此同时，举报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徐敏涛，现任拼多多公关事务部总裁，主管政府关系事务，曾任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处的副处长，也是没有达到这个冷静期，就在拼多多这地方就职了。我看网上还有一个表啊，就整理出来啊，说拼多多这边来自于政府的官员相当多，一张纸都写不完。你比如说有个叫张贺的，是拼多多的副总编辑，他是原来中宣部的舆情局舆情处的处长，不干了，在人民日报干了几天，直接到拼多多啊，就当了一个这拼多多的副总编辑。还有这个朱正，原先商务部的服装贸易司的，现在也是拼多多的高级副总裁。还有王坚，拼多多的党委书记、高级副总裁，原来上海2中院审判委员会审判员。周敬天，拼多多的副总裁，原上海工商局机场分局的副局长，很多一大堆啊。大家回头可以看一下，我们把表贴到这个画面里头啊。那你想想，这么多来自于政府部门的官员，那人家拼多多自然是相当有实力，对不对？那你这个韩冰处长，你到拼多多去，你就是个处长嘛，说不定人派出来的，假如说文学没走的话，人家文学接待你还是你的领导呢。那你说，那人拼多多是不是人家底气就足了，就敢跟你言语挑衅，甚至可以跟你互殴吗？对不对？那紧接着的问题就是啊，那么为什么这拼多多喜欢把这么多政府的官员都挖到他们企业去就职呢？这里我要补充一个信息啊，其实不仅仅拼多多，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挖一些政府高级官员啊到他们企业里去就职啊，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我自己都有亲身的经历啊。我记得10年前吧，当时我在北京采访那个滴滴呢，当时不是作为这个网约车刚刚出现的时候，交通部有一个出租车管理处，这出租车管理处的副处长叫张贝，当时我们就采访他怎么看这个出租车这个行业啊发展，也包括网约车的发展。接受我们采访没几天，这张贝就从交通部的出租车管理处副处长那个地方辞职了，就到了滴滴，到了滴滴政府关系部，好像是个滴滴研究院什么之类的啊，这样一个部门。然后后来紧接着交通部啊约谈滴滴的时候，这张贝摇身一变，就变成了滴滴的这方面的负责人，跟交通部那边去约谈去了。你想想，约谈的过程中，其实都是交通部过去的同事，对不对？你看这个挺有意思的。而且就在张贝去之前啊，这交通部还有一个司长叫张建华还是李建华，就是一个正局级官员呢。他被认为是过去所有政府部门里头下海经商的级别最高的正局级、正司级啊，也到滴滴去负责政府部门的公关去了。而且他到了滴滴去啊，给滴滴办成了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呢？拿到了专车牌照，就是这个网约车的专车牌照，就是张建华给滴滴搞定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是这些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到滴滴去啊，或者到互联网企业去啊，实际上是双方各有所趋。一方面，滴滴可能给他开的工资非常高啊。那滴滴一般来说请这些人，处级干部，我了解的行情啊，起薪价都是100万。那你想想，你在北京就是当一个处长，一个月的工资也就1万块钱，一年也就10万块钱，但你到滴滴呢，翻10倍。那你想想，你再将来职务再上升一点，
那有可能从100万变成几百万，甚至变成1000万都有可能啊。那这收入是大大的。另外一方面呢，这些人呢有自己的政府部门的关系啊。中国所谓的搞公共关系啊，实际上是关系部，公关就是关系部。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搞公关的啊，喜欢挖2种人，低级一点的就是搞前媒体人。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国内媒体不景气嘛，什么南方系呀，什么调查记者都没了，都凋零了。我们说都凋零了，凋零这些人都去哪儿了？大部分都去了这些互联网企业的公关部。那开的工资那都比过去媒体里头当这个调查记者高得多啊，这动辄年薪就上百万、几百万的都有啊。那陈朝华去了360，那年薪是500万呢啊。那你想想吧，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些媒体人到这个企业里去做公关，为什么？因为你公关的对象啊，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公关媒体，对不对？你公关媒体的话，你想想，这媒体过去的这些调查记者，在这个媒体过程中间，都是一些中坚力量。哎，那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可以搞清楚一些关系啊，听到一些信息啊，甚至偷偷摸摸帮你塞钱呢，把这事情搞掉啊，这是一部分。而且我跟你说，我过去还有个领导，央视的领导，我们新闻中心的副主任盖晨光，是吧？那过去我们审片子的时候找他审片子嘛，后来他调到了欧洲站当站长，后来他回到中国之后就退休了，正局级干部啊。退休以后，这盖晨光去哪儿了？盖晨光就去了京东。刘强东给他1年100万，专门负责公关谁呀？专门负责公关央视，因为你想央视嘛，那国家媒体啊，那报道哪个企业受不了，对不对？所以盖晨光到了京东以后，主要负责公关央视。哎，315晚会你可别搞我，京东啊。然后那个如果哪个栏目要说准备报道京东了，他去跟人去灭火。我当年在新闻调查做调查的时候，有一次这盖晨光有人还托人来找我。当时我们要报道关于京东的事情嘛，那个语气啊，跟我当年在台里头，他当我们新闻中心主任的时候，那就完全不同了。那我们当时都向领导汇报啊，到了京东以后啊，跟我们说话的语气都已经开始变得很平等了，比平等还平等。所以当时我还跟我们同事感慨，我说你看这个盖主任啊，这当时在台里头说也是挺意气风发的，现在就为了这100万年薪就跑到京东去。实际在京东那个地方地位也不是特别高啊，说起来挺令人唏嘘的。我们还说回这企业找这个公关啊，就是一方面找媒体人，另外一方面就是找政府部门的人，高级官员。当然太高的找不了，部长你找不了，部长人家飞黄腾达的，人家不在乎你的企业给了几百万啊。处长到司长这一级别最多。有人有一种说法吧，中国就是处长治国呀。你别看国务院各个部委啊，很多人级别很高，真正管理这个国家的都是处长，各种政策法规都是处长制定的。所以这些处长啊，他一个是对各种政策法规非常熟悉，另外一个方面，这些关系是千丝万缕的。你真有什么事儿了，这处长大家都是处长，这个人走了，那些处长跟你过去都是大家都同处，是不是？那好说话。你要是没有这层关系，说实在的，你找政府部门的人，你连电话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找啊？所以这些人去了这些企业，他们所谓的搞公关，就是为了应对政府部门本身的监管政策的变化，以及帮助他们处理跟政府之间的关系。在中国，这些互联网企业，政府的监管政策都比较滞后，很多都处于灰色地带，尤其需要跟政府处理好关系。所以你看到了吗？就是双方在利益结盟的情况下，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特殊的政府关系的这么一个生态啊。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来讲一下，就这种行为的危害。就是你去西方国家，其实这种情况就比较少嘛。为什么在中国形成了这么一个独特的景观，把政府官员到企业去就职，搞政府关系呢？说白了，不就是一种潜在的利益输送吗？或者是利用他过去的权利，或者是利用他手上的关系，然后帮你这个企业来搞这个各种各样跟政府之间的维护嘛，是吧？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利益输送啊。公务员法里头规定，就政府的官员，你辞职之后3年冷静期，你不能在这个监管领域内。但是我们现在看这个例子啊，实际上这个3年冷静期啊，并没有被很好的遵守。那文学不就是2020年的时候直接跑到拼多多去当他的政府关系的公关总监了吗？那3年冷静期呢？根本没有啊。那没有的情况下，这不就形同虚设了吗？
所以我们的公务员法虽然规定了3年冷静期，但实际上这3年冷静期到底怎么实施，现在看起来啊，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规范，所以导致大量的政府官员下海之后，直奔互联网企业开始进行利益勾兑。那么利益勾兑的结果，也导致这些互联网企业自己啊，也觉得他自己啊，好像比较有实力了。你想想，我这个地方，你们过去政府的这些处长啊，这个局长啊，到这来都给我打工，那我的级别也上去了。你这边韩冰处长来了，不把他当回事儿了。你虽然是个大高帽，我们这边派一个处长过去给你搞，是吧？所以这场互殴的背景啊，其实本质上来讲是这样的，就是另外一种官商勾结所导致的生态。如果没有这种背景，我相信拼多多作为一个互联网企业，你再给他几个胆子，他也不敢跟大杆帽直接互殴啊，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这场互殴所呈现出来的真实的互联网企业的官商生态。但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有一点，这件事情他们做得很不对。你们官商勾结就勾结了，你们捞钱就捞钱了，你们这个搞利益勾兑就勾兑了，但是你们神仙打架，真的不要伤害小鬼儿，不要伤害我们这些普通的草民。人家是个图图行，人家根本没有介入到这件事情，你咔嚓就给人解雇了。马上就要到年底了，马上就要到年关了，30多个家庭跟着你们这神仙打仗就被解雇了，就失业了。在我看来，这一点是最无法被人接受的，也是最不应该的。所以啊，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上海市警方应该赶紧把它查清楚啊，至少让人这些无辜的员工啊，至少不会被稀里糊涂的承担这个责任。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